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我们的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简中。主持人、观众大家好。好，高市早苗的难题现在是只有美国能解了吗？我们来看到啊，他现在是极力争取要在3月的时候访问美国，就是想要抢在这个4月川习会之前。好，这个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在24号透露了，说日方呢已经就首相高市早苗明年3月下半月首次访美会见川普总统的日程，向美方来询问了。好，不过呢，现在高市早苗竟然还是继续的在放话吗？这件事情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第1名哈。他放了什么话呢？他被问到啊，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一环，是否可能引进核潜舰的时候，他说他不排除任何选项，将探讨所有有助于威慑力与应变能力的必要措施。这等于是高市早苗首次直接提及要引用核潜舰。好，不止这个核潜舰的部分啊，包括了安保3文件也有可能要去修改吗？好，日本将在5年内延长国产12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购买射程约1600公里的美制战斧导弹，扩大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那么日美的盾牌与舰的关系中呢，也从传统的盾牌角色已经默默的转变了。好，现在呢，这个日本一直不断的在军扩，所以国内也有反对的声音了吗？再看到这个长崎核爆受害者团体就来抗日日本永和的言论。好，日本长崎4个核爆受害者是出面开记者会，说呢，就日本因拥有核武器的不当言论提出了严正抗议，敦促政府要遵守无核3原则。而这个高市要去修改安保3文件，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说了，这个呢是在不断的试探国际社会的底线，暴露了高市和日本右翼势力的一贯错误主张和持续推动再军事化的野心。好，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好，不只是文件立场的修改哈，现在呢这个军备的扩张也是在 ING。我们来看到呢，又是在抗中哈，日本又追加了5架海上卫士大型无人机，去强化这个钓鱼台海域的监视。我们看到这个是他说呢，有鉴于中国大陆的海警公务船频繁的驶入钓鱼台，于是啊，海上保安厅就确定呢要追加5架大型的无人机海上卫士，预计到了2030年度呢，要扩架10架的运用体制。好。而现在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台湾有事，将以无人机、无人艇、水下系统等无人装备为核心，要建立多层次的沿岸防卫网盾牌。好，这是为了要提升这个防卫力整备。其中呢，也提出了要去强化岛屿防卫啊，还有扩大无人装备运用，以及要建立这个多层次、持久性的一个防卫体系。打造防卫体系、防卫网之外呢，还有星链计划也要用。好，日本外务省也计划在2027年起呢，要让特定地区的外管去使用 SpaceX 的星链卫星网络，以确保在紧急状况之下呢，能够对外通联。好，现在啊，这个人民日报呢，就对于日本一直在扩张军武的这个行为是相当的不以为意，还写了一篇社论。好，他们就发表文章啊，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为题，批评日本一些势力不仅变本加厉的对侵略罪恶进行掩盖、美化、翻案，甚至妄图要推动军国主义借尸还魂。不过日本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就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啦。好，我们来看到美国传奇的投资大师罗杰斯就预言了，说2026年呢将会爆发一个史上最惨烈的全球金融危机。此外呢，他也特别提及了日本的财政状况，就是因为现在高市提出的一些这个财政措施呢，会导致日本未来非常的可怕。不过呢，日本现在跟中国的关系不好，所以呢，中日的航班取消率竟然是超过了40%。那么中国的民众呢，年终出境潮呢，也掀起了日本替代的热潮，像是啊，南韩啊、东南亚啊、欧洲啊，都成为了他们出境旅游的热门选项。还有国内的冬季冰雪旅游呢，也都迎来了爆发式成长。而现在呢，南韩也是啊，南韩就捡到了这些不要去日本的陆客了哈。
我们来看到啊，明年申请停靠釜山港的邮轮呢，共计420航次，预计搭载旅客91.7万人次，较今年205航次24.2万人次，这个增幅呢是达到了21.6倍耶，这个旅客的增幅呢，也是达到了16.5倍。哇，大陆客都去南韩了，那么日本剩下什么呢？可能就剩下这些无人机了吧？我们来请教亮哥。我觉得高市早苗一路走向军事化，不会有任何动摇啊，只是一时遭到挫折，那就再稳一阵子，那还是会继续往前走。而且这个声音啊，我觉得蛮一致的，不是只有他本人。我觉得小泉进次郎更激进，而且这些极右翼的政治人物啊，发现这样搞政治之后，民调都会上升。所以高市早苗尽管讲话有点谨慎啊，其他人越讲越硬啊。比如说小泉进次郎，他就说。那个有关那个雷达照射的事件，啊，他就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道歉啊，没有必要啊。还有我昨天看到小野田啊，他那个经济这个好像叫经济企划吧，啊，反正啊，人家就问他说，中国制裁日本这么多经贸的措施啊，那日本怎么办？已经有人受害啊。小野田竟然说这个受害本来就是会发生的，我们日本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然后人家说你还要这样干下去吗？小野田也直白讲啊，说我有时候国家该讲的话就是要讲。我现在整个调性都是这样。那高市早苗事实上核潜艇还不算什么嘞，他还动用他官邸的那个核专家出来放话。说日本要拥有核武啊，不敢署名啊，可是就是他官邸里面那个核专家，所以我认为根本就是图穷匕见嘛，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做出核武了，不然他认为他打不赢中国嘛，怎么自保啊？那核潜舰只是过程必要的一个装备了啊，所以他3月啊。才急着想再跟川普面对面，因为川普可能电话不容易讲清楚了，或者他认为啊，他对自己面对面很有自信电话摸不到本人因为川普来日本跟他相谈甚欢啊，那他就相信自己有见面的魅力啊。你不觉得川普也是这种人吗？所以我一定要跟他见面啊，金正恩要见面。所以我认为他就是要去跟川普撒娇啦，说我们没有核潜舰，我们很危险啊，干嘛干嘛啊？美国现在又要这个战略退缩，聚焦在美国跟美洲，那我们日本怎么办啊？不知道会不会当面流泪了之类的啊。反正他就是要，我觉得他很善于用性别因素来得分。我觉得他就是这种人啊，那因为日本那个社会就重男轻女很严重嘛，那他以前就是拜安倍为师啊，那后来又变成那个麻生嘛，那这2个人就都蛮喜欢他的啊，那现在又轮到川普了所以我是觉得他就是为达目的，一定要持续努力下去了。而且我跟你讲，我最近看到一个民调高市早苗在30岁以下的支持度高达94%，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从未有战争恐惧的人，他们是怎么在做选择？他们就是就觉得中国欺负他们啊，他们就这样讲啊，然后说2战跟他没有关系啊，因为日本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没有经过德国那样的内部的反省，然后极右势力没有经过清洗嘛，所以他就我觉得跟德国就是完全2个版本啦。
你现在可以看到德国也在扩大军费，对不对？想要成为欧陆的主导，对不对？美国是鼓励耶，对，而且欧洲各国也鼓励耶。可是日本要增加军备，你看周边有多少国家在紧张，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啦。那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因为德国他只要清洗掉他战争的种种的错误啊，他重新站起来就是欧陆最大的国家。可是日本啊，你不但没有清洗，而且你站起来举目一望，周边3个超级大国，就美国、中国跟俄罗斯啊，没有一个会允许你为所欲为啊。这就是他的命运啊，因为他就在这里啊。他不像德国啊，德国他重新站起来就是欧洲的领导人。可是日本在历史上每次想站起来就跟人家战争啊，他打过日俄战争啊、甲午战争啊，侵略中国又偷袭珍珠港，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没有从历史里面去得到教训啊，就没有办法。可是民族主义超级强烈，他就一直认为这个天照之神的后代应该要有特殊的地位了。然后讲白了，他不认为他打败给中国了，他认为他是败给美国了，所以对中国心里还是有相当的优越感这个是本质啊，就是没有经过战后的反省跟右翼的清洗，然后又常年认为自己相对于中国有优越感就造成这个问题非常难解。所以这个高市想要去美国见川普，但是美国会见他吗？我们请教林世峰委员。会不会见他，我们难预测。但是我们来看一个大的政治谋略的规划，站在川普现在的心目中，如何把日本成为在美国的一个盾，然后成为他在战略撤退之后，成为亚洲另外一个来防堵中国的力量，这是美国的一个规划，这个规划是长期的，不必急着明天后天。但是4月份要解决美国的问题是立即的。那你觉得站在美国的思维，我们不要用什么伟大的想法，就用人与人的social的思维来看，那我就把你暂缓嘛，因为你的事紧事关班，慢慢的来不要紧嘛。但我的事明天要解决嘛，否则我要面对了很多的压力。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市的意愿呢，不见得会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未必能够满足他的想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德日两国在战败之后在历史的忏悔上、压力上会有那么大的差别？我认为最重要的叫做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拥有的西方话语权，无论在金融界，尤其在美国，在媒体界、在文化界、在艺术界拥有的话语权，使得同样一个语系文化下的这个德国人不得不要1次、2次、3次、4次，而且要彻底的把自己彻底的否定跟彻底的认罪之后他是没有办法逃脱这一个压力的。但是相对于日本而言，日本一战败了之后，不到2年、不到4年，他就翻身了。为什么翻身？因为韩战的发生。这些韩战发生以后发现跟他有仇恨、跟他有历史恩怨要解决的中国是在分裂中。那当时的俄罗斯要对他有压力，那有一个美国力撑着，而且他变成了美国在亚洲极为重要的基地代理人，太多的角色，使得在历史的清算上是没有人去清算，就是清算你无力的。你说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对日本想清算的多，或者想拉拢的多，因为拉拢对台湾是有利的。而中国大陆想对日本进行清算，以当时中国大陆在国际的影响力话语权，能吗？行吗？以俄罗斯要进行的清算，那很抱歉18000里，而且2个不同的语系，2个不同的文化系统，日本就这样子让他挣脱了几十年，也就因此到现在为止，2次大战所遗留的问题，不论是对中国、对俄国、
对韩国到现在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2次大战的遗绪至今未解。这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面对的问题。或许他在民调上他可以赢到高点，就如大家常常讲，泽连斯基有90%的民调过啊，所以民调不是重要，重要的是他这样子一兴起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满足了美国，但是他让谁紧张了？让韩国跟北韩紧张了，让中国紧张，让俄罗斯紧张了，所以他要防堵的不会是中国，他会带来的有4个会对他很大压力的国家。好，我们请教聂建中老师。OK， 刚才那个亮哥有讲到那个优越感，其实我觉得这是存在的。日本人对这个我们讲对岸呢，的确他们是心中是有些优越感的。那当然这跟这个过去的中国有关。那过去的中国当然是比较落后，不过中国的崛起实在太快，这个速度快到他没有办法马上去消化他们过去的优越感，去把它淡化掉。尤其这个年轻人是非常严重。那刚也讲到了，的确他们是认为啊，当时的2战的确是美国打赢的。讲不好听一点，前面不管怎么打，最主要在1945年8月6号，大家都知道，这个叫 Little Boy， 就是这个小男孩啊，就炸到了广岛哈，死掉了这个16万到20多万人不等哈。那第二个呢，又在3天后呢，8月9号又用一个这个 Fat Man 啊，就胖子呢，又炸了个 Nagasaki 长岛。那我常去长岛，因为我在长崎大学是算他们讲座教授，经常去那个地方，我非常熟。大家也知道，那边有个平和公园，他们是非常的。非常反这个核或反原子弹的，那他们也都知道，就是因为这2颗炸下去，让这个整个日本真的就起不来。而且当时听说美国还说，你们再不投降，再来1颗就要再去了。他说你要炸哪里？他说炸东京，所以他们最后啊。这个天皇只好在8月15号宣告投降。好，这是过去式，那不多说。但是也就是战后呢，他们成了战败国。但不管从联合国宪等等的战败国，就是你必须被献武，献武你只能有防御性的这个武器，因此他们有 National Guard。好。防御性的这个国防力量啊，可是日本的资本才真的很厉害，它可以做到。你看80年代的这个电器汽车也好，它可以把它的这个真的是军事实力做到一定高位，胜过全球很多的攻击武器。可是对岸的中国真的崛起的太快啊！从这个10年前啊，如果我们讲说2003到2014的经济还有这个基建的崛起，到2015到2025的这个军事科技的崛起，让怎么样？让这个全球呢这个炸破了眼睛。那当然日本呢这时候呢可能在宏观这个视野还不够，那这个甚至历史的事实也搞不清的状况呢，他们认为啊，他们现在看到对岸崛起，他们想要把防御武器变成攻击武器。又刚好刚也提到，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高市长要上来，尤其他所走的路线非常备受支持。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全球都已经看出来了，现在一个保守主义啊，就是非常清楚的政治的主流，尤其是年轻人是非常赞成说你就是保护我国家、爱我国家，才会做很多的动作。台湾也是一样。好，那我现在讲，那当然这个高市为什么要去美国就很清楚了，因为他所做的所有的动作，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防御要变攻击，叫做强化防卫力量，还不止，他要扩军。这个扩军的图谋非常明显，所以他在防御之下，你看海上的这个卫土的大型无人机啊，要买5架。最后他在对内对外哦，他的那个导弹哦，对内呢，他要把他的那个国产的12式的反潜导弹要怎么样延长它的射程。什么样很清楚嘛？要攻击。第二个呢，对美国就是要买可以打到1600公里之外的战虎巡航导弹，非常清楚。那当然还讲到这个所谓引进核潜艇，那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我跟各位报告就这么清楚，他需要得到美国，他要去示意现在他们的状况。还有第二个呢，他要去讲办法探寻到底会怎么帮我。其实他就是要去讨好，而且求助，而且要在跟中国谈判的前1个月去，他希望先拿到一些分数回来，那让他的东西能够更走得下去，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不过我们来看到中国，它也不是吃素的哈。美国的这个年度的军力报告出炉了，我们来看到五角大厦的年度报告曝光了，说呢中国的军力啊历史性扩张，使得美国脆弱不堪呢。好，这是一份五角大厦的报告，指出中国在航空母舰、第6代战机以及核武库方面的发展呢，显示北京的军事力量出现了历史性的增长，并使得美国是越来越脆弱了。而且还写到了中国军力发展报告评估，中国计划要再建6艘航空母舰。
到了2035年的时候呢，这个航舰的总数呢将达到9艘。而现在呢，这个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呢也是相当的厉害，哇，超近的画面也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央视释出的画面哦。这个福建舰的电磁弹射近距离镜头，战机呢从静止到离舰只用2秒的时间呐，而着舰的时候呢，几乎是瞬间停住的。那种急停的效果被很多人形容是零针一样的干脆。好，不过呢，现在这个电磁弹射到底有多强啊？官媒就说了，电磁弹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能够在短距离内将飞机加速至起飞速度。那有电磁弹射技术的话呢，就可以飞得更远，而且也打得更狠了。至于美国怎么办呢？美国就只好紧盯这个极音速飞弹了。好，美国将投入35亿美元，大约是台币1104亿元，好向4家航太大厂去采购72枚新一代的飞弹预警和追踪卫星，将组成绵密的太空监控网，具备引导拦截系统进行攻击的射控等级能力。不过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现在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的保障似乎也很辣惨哈。之前才说了，他们的卖给美军的都相当的贵，结果现在竟然连在维修保养也表现不好吗？F-35的逆中战机呢，在2024年整体的妥善率竟然是仅有1半，明显呢是低于军方设定的一个最低标准呐。好，不仅这个最低标准达不到，现在呢，纽时也披露了军方的这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太仰赖中国大陆的电池了。像是这个武装部队都需要数百万颗电池来当成无人机啊、雷射啊，以及很多新的未来武器使用。但是五角大厦等军事设施使用的电池呢，跟美国国内正在大量新建的数据使用电池一样，通通都很仰赖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国。而现在呢，还有这个稀土的问题。好，尽管现在呢，美中已经达成了协议哦，这个放宽了稀土限制。但是中国还是在限制稀土，所以呢，你美国啊想要自行去生产锰、磁体和其他副产品，都需要这些元素，中国就会限制你了哦。而现在美国呢，为了以国安为由，说要不准这个大疆无人机来到美国，结果是怎么样？哇塞，这个价格二手的大疆无人机价格都飙升了200% 哦，而部分热门的型号更是突破了2万美元。一家大型无人机经销商就透露了，说呢，单周大疆的产品销售额是年增超过8倍。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仰赖大疆嘛。是因为呢，很多的当地业者呢都是靠这个大疆无人机来进行生存的，所以现在美方如果一意孤行要禁止大疆无人机进口的话呢，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也敦促了，说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好，中国有电池、稀土，那么现在美国有什么呢？那就是晶片了嘛。我们来看到呢，这个美国呢也释出橄榄枝，说要这个延后这个晶片。好，因为川习4月就要会晤了，所以延后晶片呢，是不是就是安排大体上是要创造一个和谐气氛，并且在其中选举多个月前宣布来避免冲击选情呢？此举打击中国在成熟制程晶片上的野心，形同瞎脖子又绑脚。而《纽约时报》的分析说呢，美国正拿捏分寸，避免中方强烈反弹。好，不过美国这个缓征晶片关税，中芯是嗨翻了。我们来看到中芯国际 A 股股价24日是一度飙涨4.8%，那收盘上涨了2.9%。不过啊，现在这个晶片啊，中国也不一定想要用了啦。美国的研究员就说了，说用这个 H200这种过时晶片来讨好中国，根本无法动摇中国发展自主技术的决心。说美国的政策转变啊，没有办法影响中国。虽然中国在先进的自主装置上是明显不足的，但是任何出口管制都是暂时性的，并非永久有效。那么中国最后呢，会在本土制造装置上面取得一个巨大的技术进展，而且不只是这个晶片呢，现在就连这个 EUV 设备，中国也都有了吗？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 EUV 设备呢，技术虽然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瓶颈，但是目前正从这个干式蚀刻与物理器相乘机设备市场逐渐的崛起，代表厂呢像是北方华创啊，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半导体制成的一个主要环节。所以可以看到啊，现在美中双方呢，其实在科技啊进步，还有这个晶片上面呢，都很想要跟对方彼此来脱钩。我们来请教亮哥。
我觉得美国已经试过很多招，证明都无效了。第一招叫关税嘛，第二招叫科技封锁啊，那第三招叫供应链施压。可是中国大陆就不断突围嘛，那很多东西还是至少做到一定程度了啊。那个中国大陆的芯片当然还是落后了啊。那可是它连 EUV 最近路透社的独家嘛，说它 EUV 的光源做出来了，那一般估计2028可以进行小量产，那2030可能就会直接上市，这个比美国的预期还早10年呢。哇 ！EUV 已经是最困难的半导体设备了，它如果 EUV 有突破，那4奈米、3奈米、2奈米就不是问题了啊。那你美国怎么挡它？我觉得像个别的中国的那个工业制品在美国遭到抵制啊，这个不一定是白宫干的啦，有可能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啦，啊，我比如说举例了啊，比如大疆无人机，我才不相信这个是白宫下的命令呢，可是就是有业者包围某个机构说这个要进啊，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竞争，没有竞争嘛，因为大疆占全世界市场75%，你美国怎么跟他竞争？不止做了差，还比他贵3倍，你怎么竞争啊？那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啦，比如说突然之间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成熟半导体哦，现在才发现美国也买大量的成熟制成的半导体，从中国大陆买，就是28奈米以上的。为什么？因为它最便宜，因为它最便宜啊。所以大家就会贪便宜啊。然后其实那个高阶芯片只用在少数的科技产品啊，什么手机啦，那个伺服器啦等等嘛。大部分还是用那个成熟制成的。那美国当然会有一大堆业者贪便宜啊。对啊，去买性价比又高又便宜的大陆产品，那这个川普也是没办法。结果现在有人去反映啊，结果他就说我们要课关税，结果中国大陆非常火大嘛。那因为明年4月见面实在太重要了，不要破坏这个气氛，所以立刻改口说2027了，再看看。目前就是这样啊。我觉得美国没辙了啦。那 H200它开放允许卖到中国嘛，中国也给那个辉达面子了。现在百度跟阿里巴巴已经都表示愿意购买，那一定是政府允许嘛。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氛围，大家都不想把这个气氛搞坏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哇，那明年川习会之后就可以知道这个晶片的部分呢，会不会继续管制了？我们请教李正峰委员。就晶片的问题，大陆现在采取的方式是，我现在能做好的，比如说20纳米以上的成熟制品，我不断的要来占据市场，而且以一定的质量跟价位要来占据。所以你从大陆的出口额就知道了，它本来它整个的芯片的进口额非常的高，现在它反而晶片是它很重要的出口赚钱项目，这是一个改变。第二个，对于高阶芯片呢，那现在采取，尤其是影响到算力影响到 AI 的高阶芯片，它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用电力来方法解决。为什么？因为假如我的能量不够的时候，我可能用100的电力就够了。那我现在没有办法用你美国的，没有办法用你辉达的，那我可能要120、130，说多出来的20、30的电力怎么办？那政府就补贴。所以我用低量多，但是我要耗电量更大的情况下，电我补贴。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电能是充分，是绝对充分的这个 over 的供应的。所以这个东西对大陆讲起来，他现在用时间在换空间。这样的话，它的 AI 发展的能量也不会比别人差，但是一样的 EUV 的发展，它正在逐渐的在产生。最近各位可能只要看一下，从宏观的大角度来看，EUV 成功，
以及海南的这个封关呢，这个在软硬两个势力上，日本要小心，尤其海南的封关，当日本不断的用右翼的势力在这搞进的时候，那你会吓坏你的资本投资啊！你的资本投资现在会到哪里去？现在有一个新的蓄水池啊，正在会吸收你。那你再来看呢，整个的硬体上，像航母这个部分也一样，那个各位可以发现，电磁弹射跟蒸汽弹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蒸汽弹射到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它的蒸汽就会减少，所以就必须要停下来，要注满了蒸汽。这对美国来讲，过去压力不大，为什么不大？等个10分钟、20分钟、半个钟头无所谓嘛，因为全世界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他挥那等20分钟，你还是只有等啊？为什么？因为我的力量是足够的嘛。但今天他碰到了一个叫这20分钟是要命的。电磁弹射就是没有这个时间上的压力啊，所以你要去看画面了，看那个第一机组的那个速度的倒推速度之快，声音之低啊，令人必须承认，在电磁弹射上，中国大陆的成就应该是会让美国刮目相看的。这个美国必须承认一件事，只有跟中国的妥协，才是这力度啊，会真正的让世界有一个新的足迹产生。所以日本不要在这里跳了，没有多少可以跳，进不了，大疆进不了了，进了怎么办呢？就像台湾说大陆的这个无人机的零组件不能进台湾，我就不晓得我们的台湾队要怎么办呢？对，我们要去哪里拿更便宜、更好用的？我们请教聂教授。OK， 您刚才问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到底还会继续对他们晶片管制？答案当然是会的，但重点不是会不会，而是能不能，他有没有实力能够进。他现在还是在进啊，讲不好听的 Blackwell 会给吗？那个数学家的名字，或者天文学家名字 Rubin Fett 会给吗？一个是史上他们现在号称最强的晶片，他不会给。第二个呢，是他可以有6种晶片结合在一起的这个 Rubin， 他也不会给。他现在给的 H200虽然比去年底要开放，今年中已经进来，却被挡出去的那个 H20啊，虽然叫10倍20到200，它算力是6倍，其实。他给了，为什么给？因为他后面有更强。重点是中国要不要？中国也要，也不要。因为中国呢有了它非常多已经可以比拟的，但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它还是需要。这些有一些 AI 实验室还在模拟的，它当然需要。所以中国做一套叫严审，你进来，你告诉我你要多少的量，你到底要的理由是什么？审完之后呢，好，要我给你看多少片。这样是中国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能不拿就不拿，能用自己就用自己，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我先把这个所谓的晶片分3级了，大家都知道嘛。好，刚刚也讲到28奈米，或者说14奈米之后哈，都是从一般的成熟制程，全世界没有一个比中国能够比的，它的量又大，成本又低。第二，而且品质也比较好。我想3样的 quality 啊，而且 cost 的低，另外 quality 都很好。第二个呢，叫做一般我们先讲先进制程，3奈米以下我们叫先进制程。好了，现在到1点多奈米的很多嘛，都在一直做。当然台积电一枝独秀了，全世界都要去做这样的研发。还有，当良率要够好。第二个就是说，好，我们从5到14代就中间，这个中国也不断突破，从中芯半导体等等都在做，华为都在做。但是呢，有很多手机都已经建制进去了，也就是他们良率也做到不错。中国在这基本上也要成为世界第一了。现在是先进制程，真的美国还在卡，但这个东西入死水手，未来不知道。我最后讲一个禁的问题，很奇怪。我之前讲说禁和进口和禁止，禁止是傻瓜的行为，进口才是聪明嘛。我刚刚讲到价、量以及值嘛，这3样东西，中国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全世界还是在需求啊，这么需求无人机，讲不好你消防也需求啊，洒水啊，监视也需求啊，甚至你要地售有没有快递也要这种空中支援这种，中国都在做了。还有呢，农民啊，讲不好听也需要它来撒农药，这么的需求，如果你禁止了，他们是不是一定贵？不管是不是企业界，我觉得他们会讲到国安，他一旦遇到国安，这个国家的未来的经济一定出问题，因为美国现在缺什么？缺2样东西，第一个缺钱。他都没钱，你还卖那么贵，你完蛋了。第二个呢，缺制造业，你都没有制造业，你又做不了那么多。请问美国未来怎么用？怎么有？又怎么拿钱？又贵，又做不出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大家去思考，未来就知道鹿死谁手，龙鹰之争，那谁会战胜？没错，美国真的是缺很大，缺钱，而且还缺工。好，我们来看到美国今年的圣诞节真的是不好过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暴走的总统嘛。平安夜的时候啊，川普竟然是金句连发，他怎么说？他竟然是向小孩去推销煤炭，还说要防止坏圣诞老人到美国。好，这个川普24日平安夜的时候呢，参与了
北美防空司令部1年1度的追踪圣诞老人儿童专线活动，还亲自去接多名孩子的来电。但他语出惊人，竟然是向孩童推销干净又美丽的煤炭，还表示美国正在防止坏圣诞老人潜入家中。好，真的川普真的什么都敢说，跟小朋友讲话也很敢说。不过我们来看到今年的圣诞啊，好多美国人都是刷卡去过节的。好，美国在线的贷款平台调查显示，约有37% 的美国人因为耶诞购物而背负了信用卡债。好，平均每个人呢是负债1223美元，大约是3.8万台币。啊，有小孩的家庭压力更重了，平均债务的金额是1324美元，也就是新台币4.1万。那有63% 的贷款人需要预计3个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还清债务。而今年的卡债族啊，还有40%的人连去年的钱都还没有还完呢。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贵，他们也买不起，只好去刷卡，导致于怎么样？很多的二手商品在这一次的年终送礼都窜红了，像是呢很多的消费者为了要控制预算，去选购这种二手的珠宝啊、玩具车等等的礼物。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啊，现在的美国经济真的很不好。现在有出现一个叫做美国斩杀线的东西，这有多恐怖呢？也就是说，你一旦失业的话，几乎就是等于死亡倒数计时了。好，根据美联储2025年最新发布的美国家庭经济福祉报告，仍有约7%的美国人表示啊，他们无法用现金或者是立即能动用的储蓄支付一笔400美元的突发支出，400美元都出不起。好，我们来看到啊，即便你之前呢是年薪45万美元的设计师，半年呢竟然也可以去变流浪汉。这个是西雅图的一名城市设计师啊，他之前年薪是45万美元，听起来是一个人生赢家，但实际上呢，他每个月都要付1.2万美元的房贷，还有3000美元的车贷，还有1500美元的保险。那么工资一到账啊，就几乎被这些房贷啊给瓜分干净了。结果他在一场裁员之中呢，他的房子断供之后被拍卖了，结果他又还生病了，急诊就花了他6万美元。那医保只报了1.2万，其他全部都要自己去花他的信用，结果就破产了。从精英到流浪汉，竟然只花了一个半年的时间内，等于就是你一失业啊，就跟死亡相当的接近了哈。不过呢，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哇，还有他的这个川普关税了。我们来看到啊，因为这个关税加上这个干预联准会惹议，结果美元的年跌9.8%，预计会创2017年以来最惨。美元指数呢是跌至2个半月的低点97.767，那今年预计下跌9.8%。如果今年底前继续走弱，跌幅有机会创下2003年以来最大。好，美元跌不一定惨，但是啊，你关税导致通膨，那就真的很可怕了。就有航运界的产业人士说呢，如果2025年被形容是关税之年，那么2026年恐怕就是关税后果之年。好，白宫官员也坦言了，在大规模退税行政上面是极具挑战的，而赌盘市场呢，目前是压住啊这个川普关税败诉的几率大约是75%，也就是意味着呢，美国政府可能必须要找其他的法律途径来继续去施压贸易伙伴了，因为你这个关税就是违法了，你就不能继续收了。不过现在也来看到呢，川普呢也去对移民来进行开刀了吗？好，美国国土安全部透过粉专宣布呢，将在节庆期间来提高这个自愿离境的奖励啊。如果非法移民愿意透过 App 自首和完成离境，就能够获得一笔3000美元的奖金，大约是新台币9.4万美元。而且来看到啊，他们甚至呢是穿上了这个圣诞老人服，这是一个 AI 短片，去警告说移民，耶诞老人不会因为耶诞节就休假而停止搜捕哈，你最好是自首，还可以获得钱。而另外来看到啊，就是因为现在移民现在人数太多了，竟然是被当成了包裹快递吗？好，他们呢是先将移民登记，并且安置在处理据点数周之后，再集中转送至大型仓库改装的收容所来等待遣返出境。那目前他们是规划了7座仓库改建的大型收容所，大概呢是可以收容5000到1万人，简直就是这个物流化移民啊。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年呐，哇塞，美国真的是不太好过了吗？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
昨天我才听到意大利那个总理 Meloni 啊，他出来讲，说今年不好过了，不过恭喜大家，明年更难过。Meloni 啊，人家说你是在开玩笑还是怎样？我觉得他讲真话。我跟你讲，明年还有的看。因为今年好歹股市不断的涨，有些人从股市拿到零用钱啊，那明年就不是这样的啦啊，你还能有多少涨幅啊？那美国的国债也涨到38兆，还在累积，它平均一年的财政的赤字是1兆5千亿，甚至超过接近2兆，所以一直在累积啦。这个到了一个点上，一定会反映为债券价格要下跌啦，或者是这个美元指数要下跌啦，等等啊。你刚刚讲到目前为止，美元指数才下跌9.8%，还很好啦，因为本来是106现在是97啊，还很好啦明年不知道会不会跌破90啊，大家整着看吧。反正我现在只要拿到美元，我立刻换成别的币种不管了。我觉得美国这个状况其实广义讲叫做分配不均的成长它仍然在成长，它今年的成长大概有2.4还不错明年一般估计只有1.8今年还有2.4左右可是它是一个高度贫富悬殊的成长所以坦白讲，有很多人因为 AI 到处应用。我跟你讲，因为我6月我去美国我去参观矽谷那个城市研究员他就跟我讲，说现在一个人要做3个人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有 AI， 所以有一些工作被裁掉了，你一个人 handle 就可以了。所以他说就不过1年的时间，我就变成这样。我一个人要做3个人的工作，那我在矽谷问一些大学即将毕业的电脑系的学生最难找工作，对他们都被 AI 取代，刚好倒过来，因为你电脑系刚毕业，你会的东西 AI 都会啊，因为你要累积经验啊，那你才会赢过 AI 啊。那结果现在他实作的这个机会变少，我们台湾1年有很多人从南加大毕业都是学电脑的，Computer Science 的硕士，我们台湾1年可能有上千个，那以前都很容易在美国找到工作，现在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都回来台积电，没有啦，回来你也不一定进得了台积电，都一样，你也不要以为台湾没有在用 AI 啊，它是同一个逻辑，就是你只要固定化的工作，手续重复的工作。很快就被 AI 给取代掉了，所以可是很不幸AI 能够产生新的工作，它之间有时间差了它先把你干掉，那它能够孕育出了新的工作，可能要隔几年之后，所以这中间就会有蛮多人失业的。所以美国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就会不太好过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国的斩杀线多恐怖？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个斩杀线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名词而且是本来是在电动玩具的，这游戏的一个斩杀线。他就说，哎呀，到了这个阶段了，那你剩下的水量有多少，可以活下多少。所以一开始看，到社会科学来的时候，社会经济，问一下这什么玩意儿？事实上，我用一个概念跟大家交换所谓的斩杀线就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点，过了这一点你就活不下去了没有过这一点你还可以苟存下来，这是关键。我想这样就很容易了解。那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呢，这个斩杀线政府是不兜底的，你自己要负责。所以你看，像在台湾里面，我们要缴劳保到了又有晚年金，有什么点点都自己，就政府有一定的规范，在那里保障了你的生活。那在西方这个社会里面它不一样，你的养老金多少，那你自己存嘛。
那你存的利率我有不一样，你只要不领出来，你是不必有利息的啊，政府不会扣你的这个什么，扣你的税金的，所以你存得多，将来你就用得多嘛。那你存得多，你的生活就要下降得多嘛。那我要生活得好，那我未来我不管，那我这个就存多少，那我将来就来多少。所以呢，在西方的社会里面，这个斩杀线是个人自己来决定的。那么像在东方的国家，尤其像社会主义比较浓厚的中国大陆，像台湾呢，某种程度也有社会主义很浓的背景在这里面的。这个斩杀政府某种程度会给你兜底，就是说，那你最起码你年金可以领多少啊？什么可以领多少？这有一个，那在西方尤其资本主义的时候是不兜这个底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出现这一个年薪45万美金的工程师，你看扣掉他这个题目上所写的，他的房贷、他的车贷、他的保险，这样下来每一个月他大概还有2万美金、2万美元的生活，2万美元合台币60万，在生活台湾人讲，60万怎么什么工作半年不到就会变成乞丐的呢？因为他的概念里，他没有储存了，他没有储存点，就刚才我讲的，而且出了问题，这个社会是不兜底的，最多的兜底就是花个15件给你去过个那样的一个日子，所以这就是在整个中西方里面不一样的政治哲学，也产生不一样的政治制度啊，谁好谁坏，不要轻易去评价，谁成谁败才是唯一的标准。理论上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是重点，重点是成与败，人民的感受的生死存亡线呢，是不是有没有安全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国的今年圣诞节难过了吗？我们请教列老师。好，我想美国不管经济再不好，这个美元呢在贬，然后呢荷包不够，但是呢不好过还是要过啦。那我们都知道，从这个 Thanksgiving 这个一直到是圣诞节，甚至到年末，这是美国最丰富精彩的一段时间。请问他们要不要过？当然要过啊，那么难得。而我在美国呢，待10年里面前5年呢，披了散装货柜就在卖什么？卖圣诞树、圣诞灯那些单灯节彩东西。一到这个时间到处卖啊，在纽约这个印度还在卖。尤其到跳蚤市场，你知道美国人的钱，我当时就觉得很好赚。为什么呢？美国人有个特色，重消费，刚刚有讲到，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叫做提前消费 ，pay advance。他们先做，所以他会那没钱呢靠政府补助，有钱的呢负债刷卡。我跟你讲，这是非常明显。那我们讲储蓄率，你知道美国就是一种我们财富管理叫做蟋蟀族的人，早上唱歌吃得饱饱，晚上就饿死了，这叫朝四暮三。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朝5暮2，你知道吗？其他国家可能朝3暮4，像台湾就是，我们的对岸也是。所以我们用这个储蓄率来讲好了，你知道美国储蓄率很可怕，像70年，他们储蓄率是平均是8点多，8.4多。你知道从1950多到2025，你知道在2020年4月冲到了31点多%，为什么？2020年的3月4次熔断，突然吓死人的熔断，马上把它降到0到0.25利率，还记得吗？隔月都不吃东西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忧患意识产生了，人一定要苦难教育、饥饿教育，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今年美国的储蓄率平均是7月只有1点多%，又开始乱消费，经济都不好啊，因为他也没有钱，所以他没办法储，你知道？今年7月吗？我们看我们或对岸，你知道平均多少吗？都在50%左右，储蓄率saving rate， 储蓄率太高对国家也不好，但是你知道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不好，荷包不够，他也没办法储蓄。美国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又要花钱，然后经济又不好，怎么办？储蓄率不够，所以呢，你今年圣诞节但还是要过嘛，但没办法。7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关税要来了，所以赶